OK，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节目，我是阿鹏。在 2.7 版本，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主线的新篇章，很高兴其中一些设计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接下来呢，我也想对我们后续的剧情做一些分享。首先，在主线方面，自从 1.4 与布林格一战之后，主角体内潜藏力量便在逐渐的苏醒。可是，在与始祖意外的接触过后，这种力量呢，却又逐渐走向了一些失控的边缘。因此，能够缓解这种状况的特殊材料弗林特灰金便成为了主角近期行动的目标。不过，在 2.7 版本的结尾，这份关键的奖品被自称拉米尔的神秘人物夺走了。他到底是谁？和神将在6分阶的接触，又是有意为之，或者仅仅只是一场偶遇？他是否已经发现了神将眼中的秘密？他对这些秘密又知道多少？这些当然不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了，这些就留待后续神将们在下一次的深夜问答游戏里向他问个清楚好。就像之前和大家预告过的那样，在经历过一些意外事件之后，一直以来潜藏于法厄同体内的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赫里俄斯的遗产，也将会以以太一体佩洛伊斯的形式真正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会和其他的代理人一样，成为主角在战斗中的助力。当然，这也同样也意味着或主动或被动，那些赫里俄斯机关时期的往事也将在后续的故事当中慢慢来到法厄同的面前，可能有熟悉的人，也有不熟悉的人。在第2季的尾声，空洞英雄大赛的背后，各方势力的图谋也渐渐浮出水面，有黑制的裁决官弗罗米亚，有治安局的西西弗与塞维里安，当然也有行踪成谜的拉米尔，以及自称来自马瑟尔集团的维琳娜与诺姆。当然，各位细心的神将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维琳娜与诺姆在 2.7 的结尾所提及的另外一个势力罗斯凯利法。这个名字呢，其实在更早期的故事当中也已经有所提及了。在第3季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将在维琳娜与诺姆的邀请之下，正式来到这座隐秘的天空之城，帮部们的理想乡空域机密特区罗斯凯利法。这里呢，是一座由晚宙女士所统领的帮部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梦想之城，同时呢，它也是一座在旧埃黎都时期就已经作为机密特区独立存在的避世之地。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会更加优先的去考虑一些模糊的体验感，为罗斯凯利法定下了一种怎么说呢，从感受上可能像是温暖的旧日感这样一种情感方向上的基调。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风格上的呈现，更多的是当大家在这座城市里漫步的时候，一种整体的氛围感。在我们的设想当中呢，它应该是一个温暖而宁静的地方，就像是某个夏天的午后，你和你的朋友们或者和你的帮部朋友们在公园里的某棵树下围坐在一起，分享红茶，分享点心，大家有说有笑，微风吹过，然后可能有树叶落到你的红茶里，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是我们最初在和美术以及策划同学沟通的时候构建起的第一个画面，我们也觉得它是一个最能代表罗斯凯利法整体氛围基调的一个基础。我们会从这个点出发去构建其他更多的东西。那么在这之后，其实第2个问题就出现了。当神将或者说我们的法厄同第一次踏入这座天空之城时，他最先感受到的应该是什么？是怀旧？是惊奇？还是那些奇怪或者说有些独特的帮部礼仪？出现在我面前答案其实有很多，我们想了很久，但是最终决定为大家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觉。我们希望神将所熟悉的那些，不管是情感还是物件，还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痕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更罗斯凯利法的方式，或者说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让他们最终整体呈现为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让大家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心情去见证这片奇迹之地。在这个以感受或者这种模糊的体感为先行去构思的过程当中呢，一些关键的叙事意象也自然的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重要。比如说象征着生命力与陪伴感的帮部，或者一些承载着具体的时代记忆或者说生活质感的那种复古的元素，以及一些能够奠定整体场景基调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空域机密特区。所以我们希望它有一些天上的故乡这样的感觉。在这之后，视觉的转化也就有了叙事的依据，
拿物件举个例子吧，我们的美术团队像这样选择了一些复古未来风格的悬浮出租车以及双层巴士这些比较具象的物件，用它们构建出了一个复古但又有一定科技感的日常舞台。当然，我们的设计也不只是这些静态的东西了，我们更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活起来的故事，它能够承载故事，或者说它自己就是故事。说到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屏幕上呈现出来的这个叫做公共帮部充电间的设施，以及里面这个别具一格的充电座。这个设计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它有些跳脱，但我认为它恰恰是属于我们想体现的那种独属于罗斯凯利法的独特生活感。它有着罗斯凯利法独有的那种幽默感，以及针对帮部们的一种温情的感觉。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专属于帮部的类似于复古科技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充电座，它的影响会不会已经超出了罗斯凯利法？在新爱丽都，我们是否也能寻找到它的影子呢？那么比如说像在新爱丽都，在巴拉大厦内，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里面其实是有类似这样的设施的，就是这些帮部坐在马桶上的雕像。我们认为他们的灵感可能就是来自于罗斯凯利法上的这样的充电座，有可能大厦的主人曾经偶然见识过这套设施，然后邀请艺术家重金复刻，然后它甚至可能会成为艺术界的某种潮流或者话题。我们只是拿它举个例子，我们希望罗斯凯利法的更多的一些物件、一些设施、一些氛围感的东西，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像这个样子，通过任务，通过大家在故事当中、在主城当中漫步的一些氛围感的感受，希望他们能够与新爱丽都之间建立起这样那样的联系，成为大家能够体验的一些故事的碎片。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罗斯凯利法岛上的一景一物，不仅他们将与大家未来体验的故事紧密相连，我们更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在罗斯凯利法以外的地方，比如说新爱丽都的各处，大家能够找到与他们呼应的东西，与他们有关联的东西。最终呢，我们希望罗斯凯利法能够成为一个既与绝区陵的整体的潮酷美学一脉相承，又能够与新爱丽都融为一体，凭借这种独特的叙事设计，让它在绝区陵的世界观下生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气质与它自己的生命。大家好啊，我是小玉。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下这里的生态和系统。在这里，各色崎岖的店铺将林立街头，全新的签到打卡地、火候饼铺等待着与大家见面。在这里呢，会有盲盒提供给大家进行拆取，及其呢可兑换额外的奖励。虽然阔别了熟悉的听曼咖啡，但在坐落于贝克福德街的片刻闲中，特制型号的听曼大师将为玩家带来别具罗斯凯利法特色的下午茶，同样能为神教们驱散行动后的疲惫。此外呢，还有像是面包店啊、爵士吧等这种特殊独特的店铺坐落于在城市的各处，供玩家自由探索。探索的深度将被一个新的系统所承载——不联邦终端。你可以将其理解为罗斯凯利法帮部们的通用网络。这套系统将贯穿整个主城，还有整个战斗区，辅助身为非本地人的主角们和 ES 一起深度参与帮部的交流网络，发掘城市中的隐藏秘密区域，探索各个区域的热点事件，收录城市内的角色档案。在第3季内，不联邦的内容会逐步开放。随着玩家账号权限的升级呢，不联邦终端还会为大家提供一站式的成长体验与丰厚的回馈，帮助玩家揭开隐藏在罗斯凯利法背后的人文故事。同时呢，全新帮部主题玩法也会随着一场意外开启。我们将和新代理人朋友一同前往唤醒帮部，和帮部一起提升能力，一起应对各种挑战。随着玩法故事的深入，神将们会了解到更多的帮部故事。在唤醒并找回来越来越多的小帮部们的过程中，还可以获得开启秘密基地的特殊赠礼。更多的细节，还请先允许我卖一个关子，各位神将们请拭目以待吧。而在战斗区里面，我们还投放了更多更新的怪物与机关，它们将与场景深度去结合。在第3季的故事当中，我们将会遭遇一种名为泄露基点的特殊环境现象。它的出现会将小范围内的现实空间短暂地变为与空洞内相似的环境。这里有错综复杂的通路、变化的机关，
它会带来全新的探索与战斗的体验。在这种和空洞极为相似的环境下呢，各种侵蚀体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蚁骸自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刻意为之？那就留着后续的故事当中，由神将们自行的探索吧。在探索的过程中呢，法厄同本身具备了黑客技术，也将得到更实际的应用与体现。在特定的情况下，操纵场景内的多种科技造物，或是在 EIC 的协助下，利用某种特殊的载具，抵达某些平时不可抵达的秘密区域，都将成为神将在第3季中的探索的全新手段。在掌握了前面阿鹏老师提到的以太一体后，神将也将会解锁更多在场景中行动探索的特殊手段，敬请期待。这便是罗斯凯利法，一个等待你的降临，亲手写下故事的地方。剧情场景相关的内容真的很精彩。我是 ZK， 在战斗方面，我们也在持续投入，力求给大家带来更新更好的体验。在即将到来的 2.8 版本，大家将会体验到风属性所带来的策略变化。2.8 版本的新 BOSS 会在特定阶段进入风属性异常状态，期间施加其他异常状态将会触发全新的乱流效果。而风属性的代理人在第3季的战斗中也会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而在风属性之外，我们也汲取了之前做命破职业的相关经验以及大家的反馈，正在对其他战斗策略与角色搭配的可能性进行一些构思与探索，希望能为大家未来的配对与实战带来更丰富的选择空间。当然，这些还都处于非常前期的规划阶段，待方向进一步明确后再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老角色补强计划也在稳步推进中，在第3季里，大家能见到更多已登场角色的补强与机制优化。精彩的战斗离不开与之匹配的对手，我们正在为新敌人制作新的攻防招式。在第3季中，部分新增招式可能暗藏需要把握时机、协同应对的设计，它或许会成为连接小队成员、触发更多配合的契机。新敌人外，我们还有一个颇具惊喜的计划。在第3季的新战斗玩法中，各位已经交手过的宿敌们将施展出前所未有的新招式。当完全熟悉的 BOSS 亮出完全陌生的杀手锏时，相信会为各位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体验。在该玩法中，我们会提供预设的代理人配对，不考察养成进度，只检验操作与理解。追求手法极限的玩家将迎来他们的主场。当然，我们也仍会保留自由配对的选项，供喜爱使用自身配对的玩家选择。另外，在之前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的0号空洞的迭代方向，目前也有了阶段性的进展。我们正尝试在这个玩法里构建一个更完整、沉浸的单局体验框架，并且将其与局外的资源循环深度融合。我们还会加入全新的敌方单位，与敌人相关的独特技能。玩家所面对的核心挑战将来自危机四伏的空洞环境，营造空洞生存的紧迫感的同时，也为大家提供全新的破局思路与纯粹的战斗乐趣。该玩法将在第3季推出，目前正在持续调优中。活动玩法方面，我们主要会以下方向持续优化。我们会持续推出能体现都市生活气息的趣味玩法。2.7 版本的滚烫寻仙记火锅店活动承蒙大家喜爱，在第3季中，更多兼具沉浸感与城市氛围的活动也列入了开发日程。其次，我们也在筹备更多融合轻度操作与战斗爽感的休闲玩法。此前广受好评的战斗拍照活动，目前也在优化过程中，未来会以更具乐趣的形态回归。最后，玩法与叙事的有机结合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两者的融合，更好地展现我们代理人的魅力。在这里也可以预告下，在今年夏季的大型活动中，各位将能体验到玩法如何更自然地成为叙事的一部分，从而去推动情绪，营造氛围。总之，在第3季里，我们会加大对战斗玩法的投入。一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挖掘角色在不同战斗玩法中的价值，不管是高难挑战还是相同探索，我们都尽可能提升角色在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玩家对于类似战斗加拍照这样有趣组合的喜爱。我们希望后续在活动玩法的规划上，也尽可能以战斗为基点去做体验拓展，
让玩家尽可能操作喜爱的代理人，用一个更匹配预期的体验形式去游玩。当然，在休闲玩法上，我们也会以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代理人魅力、心安理都都市乐趣的方向去持续开发新内容。至此，从新主城罗斯凯利法的特色场景到战斗玩法与角色的全方位进化，这便是我们为绝区零第3季及未来所勾勒的蓝图。我们深知，一个鲜活的新爱丽都不仅需要不断拓展向大家展示内容的边界，更需要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位神将都能感受到旅程的顺畅与乐趣。所以，系统和前期体验的优化会是我们始终如一的课题。那有没有什么就近期就会上线的呢？或我们先透露一下的东西？懂你意思。在即将到来的2.8版本，我们将先迈出一步，上线菲林奖励获取指南，帮助大家更直观地掌握资源获取途径与进度。这只是个开始，在未来的版本中呢，我们希望用这些优化的成果，为大家扫清前行路上的小石子，让冒险之旅呢变得更加的流畅与愉快。在持续前进的道路上，当然还伴随着值得共同庆祝里程碑，周年庆便是其中的一个。是的，在第3季起始的叙事节奏上呢，我听阿鹏老师说，我们要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优化。哦，仔细说说。是的，为了确保我们季度主线的高潮部分能够拥有充分的铺垫，也让每一位角色的塑造更加饱满，我们将对版本叙事重心进行以下这样的安排。首先，在3.0版本作为季度的开篇，我们希望大家能暂时放下负担，在全新的舞台罗斯凯利法当中自由探索，同时在维琳娜与诺姆等角色的陪伴之下，尽情感受这座天空之城的魅力。在后续的3.1版本当中呢，则将承载着第3季的第一个剧情高潮。随着我们的故事逐渐走向核心，我们也为各位神将准备了更加丰富的纪念回馈，与大家共同见证这座福岛的命运转折。同时，在即将到来的2.8版本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在追查拉米尔踪迹的同时，揭开更多与赫利俄斯机关以及主角在第3季中将获得的全新能力以太一体的线索。请大家务必锁定4月24日的2.8版本前瞻直播。那最后呢，感谢各位神将一直以来的陪伴与支持，我们下次见。